中俄联合出大招，美国的回应颠三倒四，他们没有想明白，这是一盘要命的大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呢，冬奥会的举办呢，让全球的媒体把目光都瞄向了中国，而普京呢也借机来中国访问。中俄联手发布了联合声明，这还不算，还同时签订了一项1亿吨石油和巨额天然气的合同。中俄联合声明的发布中，虽然没有重点提及美国，但是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相关的表述，要推动重塑多极世界。可以说，联合声明中的很多话语是直击美国的霸权的，比如中俄同意加强在东盟对话机制下的各项合作，窒息要破解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举措。中国呢还要加强上合组织的作用，同样呢是在冲击美国的全球霸权。另外，中俄还强调美国应该把核武器撤回国内，并且反对北约东扩，反对台独，同样直击美国打压中俄的2个关键抓手，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打击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而中俄之间所签订的巨额能源合同，不但想解决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也相应的排除了中国能源进口被卡脖子的后顾之忧。此外，联合声明还瞄准了美元的霸权。很多人感到奇怪，说中俄签订1亿吨石油和每年最多48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合同，与美元霸权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大关系的。第一，它的时机选择非常巧妙，美国正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叫嚷着要发动对俄罗斯的金融和能源出口制裁。过去俄罗斯能源出口主要的方向并不是中国，而是欧洲。欧洲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还是相当大的，约占他们进口份额的40-50%。一旦对俄罗斯制裁，那么它的能源向欧洲的出口就会大大减小，甚至被终止。这对俄罗斯的经济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下，加强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能源合作，是拉近2国关系的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因为双方是互补的。俄罗斯有资源，中国呢又有对能源进口的需求，可以说加强这方面的合作，无论是对中方还是对俄方，好处都是巨大的。另外呢，中国还提出了要把中俄的贸易额提升到2000亿美元这么一个水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那么俄罗斯的经济重心将会进一步的向东方偏移，中俄的关系呢也将更加的紧密。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威胁呢也将大大的降低。第二呢，中俄合作的突破点选择了美元霸权。那中俄要想打击美国的霸权，最好的办法不是打仗，而是要让那些不见血的金融战争成为摧毁美国全球霸权的一个突破口。美国的全球霸权的主要表现呢是军事霸权，而它背后的支撑实际上是金融霸权，也就是美元霸权。中俄2国目前采取正面打击美元的霸权，恐怕还比较难。那么这次选择扶持欧元来打击美元，此举呢非常巧妙，可以说这才是这场世纪棋局的精妙之处。第三呢，中俄此次明确要用欧元来结算巨额能源，可以说玩的是连环套。欧元现在是全球第2大结算货币，与美元的差距非常小。美国的占比目前已经有70%几，降到了50%左右，而欧元在全球贸易结算的比率中呢，已经由20-30%升到了43%。那么中俄的能源合作使用欧元将进一步提升欧元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作用，直接挑战美元的地位。不要忘了，中国可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而俄罗斯有可能成为
最大的能源出口国，这份支持对欧元来说是有足够分量的。欧元如果进一步强大了，就会遭到美国人的毒手，因为欧元是美元的最大敌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离间美欧的关系。目前呢，美欧在军事和外交上靠得比较近，是因为美国的军事霸权、金融霸权摆在那里，欧洲国家不能不听话。那么，如果现在双方在金融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对中俄来说就是好事。在过去，美国为了打击欧元，下三滥的手段呢可没少用。最明显的就是科索沃战争、叙利亚战争以及引发的欧洲难民危机。现在的乌克兰战争同样对欧洲，特别是欧元充满了风险。美国就是想通过渲染战争的气氛，让欧元进一步的贬值，加速美元回流。说白了，这也是拜登政府打击欧元的一场隐蔽战争而已。不知道这一点，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大国想明白了没有？因此，中国和俄罗斯让欧元以美元对抗，隐含着深意，因为它可以拉近中俄和俄欧之间的关系，可以让美国感到很难受，而又无处说理。可以这么讲，由于美国不断的施压，中俄呢现在是越走越近，而中俄为了破解美国的压力，正在下一盘大棋。这盘大棋的核心目标就是重塑全球战略格局，加强构建多极世界。而其中呢，最奇妙的一项措施就是扶持欧元，打击美元霸权，让欧盟也能成为对抗美国霸权的重要一极。从美国官方对中俄加强合作发布联合声明的回应来看，美国答非所问，心心念念的都是乌克兰危机，有点颠三倒四。目前美国政府仍然想通过炒作乌克兰危机来绑架欧洲安全问题，间接的打击欧元，从而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根本就没有发现中俄正在下一盘大棋。这盘大棋对准的目标就是美国的霸权，尤其是美元的霸权。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